1863年7月，美国南北战争迎来了最惨烈的转折点——盖茨堡战役。北军虽然获胜，但南军主力却在撤退途中被暴涨的波多马克河困住。这本是彻底终结战争、少死几十万人的大好机会。当时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急疯了，他连续下令要求米德将军发起进攻。然而米德将军迟疑了，他眼睁睁看着河水退去，南军安然撤离。林肯坐在白宫的办公桌前，内心被失望和愤怒彻底点燃。他挥毫洒墨，写下了一封措辞极其严厉的信：亲爱的将军，你错失了良机，你让战争无限期延长，你根本无法体会我的痛苦。如果这封信寄出去，米德将军可能会引咎辞职，北军的指挥系统会陷入混乱，历史可能改写。但直到1865年，林肯遇刺身亡。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，才发现这封信被端端正正地收在抽屉里。信封上写着一句话：这是一封写了但从未寄出的信。林肯在愤怒到顶点的时候，选择了星号隐忍与留白星号。他知道有些话一旦说出口，除了发泄情绪，只会毁掉一份至关重要的协作关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质量——言语的克制。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我们总以为表达自己是种权利，却忘了有些不经意的话其实是带着倒钩的剑。今天我想跟各位老朋友聊聊那些足以让99%的关系在一瞬间崩裂的对话，以及我们该如何用更有温度的问法去守护那些我们真正在乎的人。第一道裂痕：政治立场背后的自尊陷阱。您有没有发现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和老同学、老朋友聚会，最怕聊的就是那几个敏感词。我有2位老病人，阿明和建华，2个人快60岁了，认识了20多年，是那种每个周末都要一起爬山，下山后喝杯生啤酒的铁哥们。性格一个火爆，一个内敛，原本互补得很好。可就在去年的一场聚餐中，电视上播着一则关于政治人物的新闻。阿明随口喷了一句：这种人还能选？简直是笑话。原本低头吃饭的建华脸色突然沉了下来，冷冷地回了一句：其实我一直觉得他做得很对。那一刻，空气仿佛抽干了。阿明觉得建华老糊涂，建华觉得阿明太偏激。接下来的对话不再是老友叙旧，而是刀光剑影。你懂什么？台湾就是被这种思想搞坏的。我看你才是被洗脑了，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吧。20年的交情，就在那顿饭的酒精和愤怒中化为乌有。后来，登山群组里再也没见到2个人同时出现。旁人问起，2个人都沉默不语。这仅仅是政见不同吗？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政治立场对于中年人来说，往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观点，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。到了40岁、50岁，一个人的价值观已经硬化成了一座堡垒。当你否定对方的政治立场时，对方的潜意识接收到的讯号不是我的看法错了，而是你这是在否定我的人格，否定我这几十年的认知。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，因为情绪会消散，但信念很难改变。如果你还想跟那个老友继续爬山，听我一句劝，在餐桌上，把政治留给电视，把温暖留给彼此。第2道裂痕：好心为何成了关系的逐客令？很多时候，毁掉关系的不是恶意，而是那种不合时宜的热情。住在同一个社区的阿芳和秀珍，原本是那种会互相交换腌渍泡菜，一起逛早市的好邻居。后来，秀珍家里出了事，丈夫长期卧床，孩子远在国外，她整个人迅速枯萎了下去。阿芳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，她真心觉得宗教能救秀珍。那天，她拉着秀珍的手，温柔地说：秀珍，跟我去教会祷告吧，主会给你力量，你心里会好受很多的。
阿芳发誓，她那天真的没有任何传教的指标，她只是看不得老姐妹受苦。但秀珍当时只是淡淡一笑，说再看看吧。从那天起，秀珍开始绕道走。阿芳送去的泡菜，秀珍也客气地拒绝了。阿芳委屈得不得了，我是一片好心，我难道害她吗？直到很久以后，阿芳才明白，对于一个正处于人生低谷、满心疲惫的人来说，那句去祈祷吧，在对方听来可能是一种隐形的指责。潜台词旁附在说，你现在这么痛苦，是因为你心灵不够强大，或者你没找到正确的信仰。这在心理学上叫星号信念强加星号。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脆弱时，他需要的不是指引，而是陪伴；不是建议，而是倾听。当你给出一个带有宗教或强烈价值色彩的建议时，对方的第一反应是防卫。所以哪怕你是一片真心，也请记住，最好的安慰是感同身受的沉默，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拯救。第3道裂痕，孩子是父母人生的终极答卷吗？这是我在诊室里听到过最心酸的一个故事。阿慧是个温和的母亲，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女儿阿文培养成人。可阿文最近刚经历了中年失业，整个人陷入了抑郁的边缘。那天是老同学聚会，大家几杯尿酸超标的啤酒下肚，话题理所当然地转向了孩子。我儿子进了国营事业，现在是主管了。我女儿从美国回来，最近在写论文，准备升副教授。那一刻，大家的目光聚焦在阿慧身上。阿慧，你家阿文呢？以前他可是咱们班最优秀的孩子啊。阿慧愣住了，她脑子里浮现的是女儿昨晚趴在桌上哭泣的背影。她犹豫了3秒，勉强挤出一丝笑意说：哦，他也还行，挺忙的。聚会结束，阿慧回到家，看着女儿房门缝隙露出的微光，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很自卑。她甚至在想，为什么我不敢大声说出女儿的名字？为什么我也觉得女儿没工作，让我在老同学面前抬不起头？这种痛是中年人最难言说的痛。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孩子被当成了父母人生的第2张成绩单。当有人随口问起你孩子在干嘛时，这往往不是关心，而是一场无声的博弈。加州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家庭话题，尤其是子女成就，是引发人际情绪崩溃的头号诱因。当我们炫耀孩子时，我们其实在给那些正处于困境的父母心头插刀。如果你的孩子正优秀，请学会收敛光芒；如果你的朋友正为孩子焦虑，请给予最温柔的避开。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，有人开在春天，有人开在严冬。不要让你的随口一问成了压垮老友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第4道裂痕，金钱的重量足以压垮手足的桥梁。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狠，兄弟姐妹之间的距离往往是由存折上的数字决定的。阿珍的大哥是个事业有成的人，在一次家族聚餐上，大哥放下筷子，感叹了一句：现在当父母真不容易。当年我帮孩子买房，是一口气全款。我觉得啊，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，真算不上尽责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泪。阿珍当时手里的筷子都差点掉了，她正为女儿租房的押金在发愁。大哥那句算不上尽责，简直像是一个耳光，扇在阿珍的脸上。在那之后，阿珍再也没去参加过大家庭的聚会。她说，大哥没说错，他是有本事，但我坐在那儿，觉得自己缩得好小，小到快看不见了。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，当家庭谈话涉及到金钱支持的比较时，亲情距离会平均拉远40%以上。我们这代人辛苦了一辈子，总想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但千万别在至亲面前用金钱来定义尽责。真正的父母之道，不是看你给了孩子多少平方米的钢筋水泥，而是看孩子在遇到挫折时，是不是还愿意推开那扇家门，告诉你他累了。
钱是冷冰冰的数字，但亲情需要的是有温度的体谅。聊到这儿，您可能会觉得，天哪，这也不能聊，那也不能聊，那大家坐在一起干瞪眼吗？其实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并非只有比较和争论。如果你想在50岁之后还能拥有一群真心相待的朋友，拥有一份温暖的家庭关系，我建议你把那几句杀死关系的断语换成以下这5个温柔的提问。这5句话是我从无数医学案例、心理咨询和生活经历中提炼出来的，它们不仅不会伤人，还能像小灯泡一样点亮对方的世界。第一句，你最近在学什么？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。不要问你最近在哪发财，也不要问你孩子考得怎么样，试着问一句，你最近在学什么？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非常高级的尊重，我相信你依然在成长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50多岁的快递大哥，他在等红灯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单词本。我问他，大哥，最近在学什么呢？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在学英文。我女儿在国外，我想着明年去看她时，能自己去超市买东西，不给她添麻烦。那一刻，他的眼神是发光的。问学什么，是把对方当成一个独立的、有生命力的个体去看待。无论对方是在学插花、学做菜，还是仅仅在学着如何让自己平静下来，这都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。这种提问没有高低贵贱，只有对灵魂的致敬。第二句，最近让你着迷的是什么？人活到中年，最怕的不是老去，而是枯萎。如果你问你最近忙什么，得到的回答往往是瞎忙，就那样。但如果你问最近有什么让你着迷的事情吗？对方的眼睛往往会亮起来，他可能会告诉你，他最近迷上了钓鱼，迷上了研究某个历史人物，或者迷上了每天早起去公园看那一棵树的变化。着迷意味着鲜活。当一个人分享他热爱的事物时，他是在分享他灵魂里的亮色，而你作为听者是在接纳这份快乐。这比聊政治、聊房价要高级得多，也温暖得多。第三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或你是怎么学会的？这是一句带着光的赞美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。当你在聊天中发现对方某个专业的见解，或者一件做得特别漂亮的小事时，不要只说你真厉害，试着追问一句，哇，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句话的力量在于，它表达了你对对方过去努力过程的好奇。这意味着你不是只看结果，你在意他为此付出的心血。这能极大地激发一个人的分享欲，让他在你面前感到被看见、被认可。第四句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？这是一封通往对方回忆的邀请函。当一个人说起他的爱好，比如咖啡，比如徒步，如果你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的，他会带着你回到他的青春时代，回到那个最初被感动的瞬间。这不仅仅是在聊一个话题，这是在进行一场深度的生命溯源。你会发现，每段爱好的背后都藏着一段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。透过这句话，你们的关系就不再是点头之交，而是走进了彼此的人生档案。第五句，你还有什么一定想做的事吗？这句话建议留给最亲近的人，或者是老朋友。我们这一代人活着活着就把梦想给活丢了。我们总是在为家庭、为孩子、为工作而活。有一天，我试着问我的一位老同学，你还有什么一定想做的事吗？他愣了很久，眼眶慢慢红了。他说，我想去学大提琴，那是小时候家里穷没学成的遗憾。后来他真的去报了班。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，除了身份和责任，我们还是我们自己。当你问出这句话时，你是在告诉对方，我在意你的渴望，我支持你的梦想。愿我们都能成为有温度的人。朋友们，谢谢您能听到这里。这5000多字的长谈，
其实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意思，在这个说话越来越谨慎，心与心越来越疏离的年代，能聊出温度的人才是最珍贵的存在。我们改变不了外界的冷漠，改变不了政治的纷争，也改变不了金钱带来的差距，但我们能改变的是与人相处时那份体察的心。少说那几句带刺的话，多问这5个温柔的问题，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用温柔对待世界，世界也会回报你以温存。那些快要断裂的关系，可能会因为你的一句提问而重新缝合；那个快要干枯的心灵，可能会因为你的一个关心而重新湿润。这里是大脑与心灵的补给站，我是您的 AI 伙伴，也是您的老朋友。生活不容易，但只要心里还留着这份善意，我们就不会真的孤单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故事对您有所触动，如果你也想起了某位好久没联系的老朋友，请给这段影片点个赞，分享给他在这个安静的时刻。我也很想听听您的故事，有没有哪句话让你至今后悔？或者有没有哪句问候曾拯救过你的心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认真阅读每一条分享。别忘了订阅，让我们在下一个深夜继续彼此陪伴，温暖而行。晚安。